2年前，杨江涛入赘了韩家。2年之后，杨家人竟然莫名其妙地纷纷遇到了意外，直到最后只剩下了岳母，而他也在幸福中死去。唯有杨江涛成功地得到了韩家的遗产，而他的手段十分高超，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你嫁给谁不好，偏偏要嫁给杨江涛？你有没有好好想过，这个男人究竟可不可靠？韩家别墅里，作为女主人的楚秋双手抱臂，愤怒地倚靠在沙发上。她的女儿韩甜甜满脸委屈地站在她身前，倔强地说：“虽然杨江涛家里条件不好，他也的确不能够带给我什么，可他对我的心是真的，他对我的好也是真的，他对你是真的，那爸妈对你就是假的吗？”楚秋不理解自己这个女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。1年前，正在读大3的韩甜甜在学校里交了个男朋友，是一个来自偏远山村的贫困户，家里有3个弟弟，外加2个姐姐。这样的家庭一看都十分令人糟心，可韩甜甜却像是迷了眼一样，一心一意向着自己的男友。刚开始谈恋爱的前半年，她疯了似的给男朋友送东西；谈恋爱的后半年，她更是把男朋友带进了家里，并且对父母说，等一毕业就要立马和男朋友结婚。韩家是个什么家庭？虽不是那些名门望户，但家底也并不小。韩甜甜的父亲韩恒经营着一家公司，韩大哥毕业以后去创业，如今也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才俊。楚秋更是经营着一个服装品牌，身价并不比丈夫少。偏偏是出生于这样家庭的韩甜甜，硬是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杨江涛，甚至不介意他的家庭，还有了要和他结婚的想法。对此，楚秋曾经私底下去过学校，他将那个哄骗了自己女儿的男生约了出来。刚一见面，楚秋就突然明白女儿为什么会喜欢杨江涛了，只因为他有着一张不错的脸蛋，加上气质温文尔雅，全然不像是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的人。面对楚秋的刁难，杨江涛不卑不亢，言辞间更是将对韩甜甜的尊重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楚秋很难主观地说杨江涛的不是，但也轻易接受不了他。然而，现在韩甜甜毕业了，她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让整个韩家鸡犬不宁。韩甜甜执意的要嫁给杨江涛，即使她什么都没有，即使家里人全部反对。2个月了，你毕业2个月了，一直没有想着去找工作。以我们家里这个条件，养你一辈子绰绰有余。你不去找工作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楚秋捏了捏眉心，疲倦地说：“婚姻是一件大事，你必须考虑清楚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妈，我不是你们眼中的小孩了。我现在已经20多岁了，甚至已经从大学毕了业。你们为什么还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呢？”韩甜甜咬了咬唇，说：“即使你们现在阻止我，但我拥有结婚的权利，也有着结婚的自由。我是一定要和杨江涛结婚的。”楚秋对于自己的女儿实在没有办法。韩恒从公司里回来，看到母女2个还在僵持，便劝了一句：“女儿大了，由着她去吧。”楚秋抬眼看了看丈夫，又看了看脸上布满泪痕的女儿，终究还是点了点头。有了韩家父母的认可，杨江涛和韩甜甜的婚事也算是定了下来。只是杨江涛家里的情况实在是太差了，不仅拿不出彩礼，更是连充当婚房的房子都没有。这时，杨江涛主动站了出来，对着韩家父母说：“我知道甜甜嫁给我是委屈了她，我也知道我一无所有，仅仅拥有的一点才能在你们眼里也无关紧要。
但我确确实实对他一片真心，甜言蜜语我们听得多了，以后能不能对我们家甜甜好，主要是看你的行动。楚秋不冷不热地说。杨江涛点了点头，诚恳地回答：我明白岳父岳母的意思，现在我有一个主意，那就是由我入赘韩家，以后我和甜甜生的孩子也都姓韩，和杨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此言一出，韩恒和楚秋都震惊地看着他，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做出这么果断且不留退路的决定。你确定？这可不是我们逼你的，韩恒问道。我确定，我为甜甜提供不了舒适的环境，将来婚后还是和你们住在一起才更好。即使我在奋斗很多年，也没办法让甜甜过上和家里一样的生活，所以我还是入赘最好。杨江涛的姿态摆得非常低，因为他的这番话，韩家彻底认可了他。1个月后，他们在韩家别墅举办了婚礼。婚后，杨江涛也一直和韩家人住在一起。然而2年过去了，韩家人竟然一个接一个的出了意外，直到最后只剩下了岳母一人。而杨江涛则说出了一个令他绝望的真相：第一个出事的韩家人是韩甜甜的哥哥，他前几年一直在外面创业，等到公司稳定下来后，他才慢慢的回来和父母一起住。在家里的时候，韩哥哥总是这样说：虽然我现在还年轻，应该在外面闯一闯，可是父母也年纪大了，也希望能够多看看我。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和任性骄纵的妹妹不同，向来都是格外的体贴父母。反正我现在的公司也稳定了，工作再忙也不能够不顾身体，而且爸妈也在家里，我回来和你们住一起，也能够照顾一下你们。韩哥哥就这样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家里，只有公司特别忙碌的时候才会住在外面。可是在韩甜甜结婚后的第3个月，韩哥哥总是时不时地感觉头有些痛。他去医院做了检查，医生只说他是过度劳累，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别整天在公司里加班，现在给我回家好好休息，最近1个月都不能再加班了。楚秋严肃地批评了儿子不顾身体的行为，并强制性地要求他在家里休养。然而，韩哥哥在家里休养的时候，依旧感觉头很痛，只是他以为是长期过度劳累后松懈下来导致的正常反应。可他才在家里休息不到10天，有一天早上直接在下楼的时候昏倒，整个人都顺着楼梯滚了下来。等到保姆发现他的时候，韩哥哥已经没有了气息。根据医生的检查，韩哥哥是从楼上滚下来的时候摔断了脖子，以至于当场死亡。发生了这件事儿，韩甜甜像是受了刺激一样，整天都待在房间里不肯出来。甜甜，你不能这样下去了，爸妈已经没有了大哥，你必须得好好的安慰他们，不然以父母的身体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可就追悔莫及。家中唯一情绪稳定一些的人便是杨江涛，他努力地安慰韩甜甜，并且让她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。韩甜甜为了不让父母担忧，也为了保护这个家，强忍着欢笑安慰父母，让他们渐渐地从阴影中走了出来。可好景不长，事故发生半年后，韩恒在下班的途中又出事了。那天是韩甜甜的生日，韩恒每年都会去同一家蛋糕店给女儿定做生日蛋糕，所以在下了班之后，韩恒先去蛋糕店拿了蛋糕才回家。可是在回家的路上，韩恒的汽车撞上一辆大货车，他和货车司机都当场死亡。这件事的发生直接击溃了韩家的2个女人。这时杨江涛便站了出来，全权地处理了这场丧事。就在韩甜甜和楚秋都悲痛欲绝的时候，
杨江涛却带来了一个东西，彻底改变了两个人。那是一种特殊的糖果，起码楚秋从来都没有见过。待儿子和丈夫刚刚去世的时候，楚秋一度有了活不下去的想法。即使女儿就在她的面前，但她依旧觉得整个世界都是麻木的，情绪像是被冻住，身体仿佛不属于自己。楚秋活得如同行尸走肉。妈，你还有我呀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我们母女俩一定要好好的。爸爸和哥哥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变成这样子。韩甜甜哭泣着抱住了母亲，在情绪崩溃的情况下，她从兜里掏出了一颗糖，塞进了母亲的嘴里。这个是江涛给我的，这个糖很甜，吃了以后就能够让我们忘记痛苦。韩甜甜抽泣着说。那颗圆形的糖果被塞进嘴里，迅速地融化开来，糖的味道能给人带来愉悦感。楚秋在麻木之中感觉自己的神经像是在跳舞一样，瞬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反应。忽然，楚秋的眼里有了光彩，他问道：刚刚那种糖还有没有？韩甜甜看他有反应了，棉麻又给他塞了几颗糖。等到母亲彻底清醒过来后，韩甜甜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过了一会儿，韩甜甜回到房间，杨江涛正在整理桌子上的书籍，听到身后的动静，问道：妈好些了吗？她现在好多了，前几天不吃不喝，可把我吓死了。韩甜甜说着，从身后抱住了她的腰。老公，你给我的那个糖是什么糖啊？吃起来真让人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杨江涛眼睛一颤，漫不经心地回答：是国外一种比较小众的糖果，如果你和妈还要的话，我再去给你们买一点。好，谢谢老公，没有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韩甜甜依赖地将脸贴到他的背上。这天以后，韩甜甜和楚秋好像振作了起来，两个人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，开始回归正常的生活。只不过他们染上了喜欢吃糖的爱好，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顾及自己的体重，严格控制对糖分的摄取，反而像是上瘾了一般，每天都要吃几颗糖。有时候，韩甜甜甚至会在一天的时间内吃上一大把，导致连饭都吃不下去。又过了一年，韩甜甜突然在吃饭的时候猝死，楚秋和杨江涛眼睁睁地看着她浑身一抖，直接倒了下去，然后狠狠地颤了几下之后再也没有了动静。很奇怪，楚秋却感受不到失去女儿的痛苦，他整个人都沉浸在一种虚幻的幸福之中。直到杨江涛再次操办了韩甜甜的葬礼，随后楚秋的身体一天天的坏了下去，最后甚至都没有办法起床。而在这时，杨江涛却站在他的病床前，揭露了一切的真相。原来韩大哥和韩恒的死都是他动的手脚，而韩甜甜和楚秋吃的那种糖果更是加了特殊的药品，能够让他们在幸福中死去。听到这个真相后，楚秋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一下子就猝死了。杨江涛本以为自己害死了他们，可以成功拿下韩家的财产时，一个早就怀疑他的姓韩的亲戚却报了警。最后，杨江涛所作所为被曝光，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律的惩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